等等。啊！你不是精通美国战法吗？我今天跟你来中国功夫怎么样？干什么？哎，我来。好，再来一副，你们俩一起来。哎，不用比了，有事说事啊。我们旅长啊，在招待所餐厅已经都安排好了，请吧。哎，这王旅长的招待方式这么有创意，我们应该是恭敬不如从命啊。那来吧。什么叫红蓝对抗？这才叫实打实的。来！来！啊！别打了！哎，来啊！来啊！打不打？别管！来啊！快！来，不服上！停！别打了，男女都得给他结束了啊！旅长，旅长，没事吧？旅长啊！你太过分了！我们是来送材料的，你们就这么对待我们？对不起了，我请你们2人吃饭，赔个不是。谁吃你的破饭？旅长，我们走。不走，今天我给你们808旅耗上了。嘿，你什么意思啊？你拉我干什么你？你怎么把人打成那样啊？我又没有违反散打规则。我都已经喊停了，人韩鹏都收手了，你还往上冲，你这不是犯规吗？我就想让他韩鹏看看对手犯规的结果，让他尝尝挨揍的滋味。你简直是胡闹！你还像个当旅长的样子吗你？我都说了，到时候我请他吃顿饭，赔个50不就完了？你把人打得鼻青脸肿，满嘴是血啊！这饭还怎么吃进去啊？你好好待一会儿，我去陪陪人家韩旅长，好好参谋长。哎，等等，不吃就算了，我们倒省了。你告诉他，我王可争不欢迎他们2位。
军向2营发起反冲锋了。大队长，某部2营也发起冲击了。看来是炮火准备失败，只能靠步兵冲锋了。李参谋，马上同这2个中队靠上去，配合2营往上攻击前进。我带1中队从西边冲锋上去。是。您这是搞什么玩意？部队打演习，湖南2军都有战场全降这个环节，他怎么能这么宣传呢？我跟你说，亲，上交武器，给你找媳妇啊，给你好评啊，真是坑爹啊！还讲不讲政治？哎，人家蓝军的宣传，咱不敢相信。可要是真能兑现，也蛮吸引人的。把他给我打掉！看来蓝军把2营早给包围了，再这样打下去也是持久战，不如我们直接占领蓝军基地。好，看来我们只有拼了，兄弟们，跟我上！东东幺，我们发现了红军指挥车，冲上去，别让楚占刚溜了。是，出去。子弹能出来！出来！
还有30分钟，演习就要结束，我还看不出来谁胜谁负。楚占刚这时候虚晃一枪，肯定是另有其兵。报告，分割创造的部队已完成对红军魔步营的围歼，并且阻击了企图偷袭我前沿阵地的红军特战大队，但我2个机步营也伤亡过半。档案部裁定，我机步1营和机步2营损失惨重，丧失继续作战能力，退出演习。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啊？长官，除了守备4个火力要点和前沿阵地的1个排，只有彭副大队长指挥的作为预备队的1个特战大队。是我的失误，不应该过早的出击。通知彭继海，马上掩护佟政委还有指挥部转移。是。长官，应该撤离的是你。我想留到最后。楚占刚要抓的人是你。这个我清楚。韩鹏，现在山豹旅只有一个声音，执行我的命令。报告，参谋长、旅长上来了。旅长，我真为你担心啊！上面情况侦查清楚了吗？韩盟的主力都下山了，没想到有去无回。现在高队长留下的不到1/4，东面只有1个半警戒，他想不到我们会从这边上来。上面只有1个火力点，你回去告诉旅长，等我干掉这火力点，你们再上来。是。上。上！警戒！韩鹏就在那边，我担心。欢迎陆军909旅旅长楚占刚大校光临本所。蓝军山豹旅旅长韩鹏在此恭候多日。报告旅长，我们已找到阵亡的909旅参谋长丁凯，并抓获909旅特战大队长洪毅。把2位战友请进来，同时照顾好外面的红军官兵。是。楚旅长，是这样，刚才在上山的通道上，我的特战大队袭击了你一个特战小分队，并擒获了你特战队的队长洪毅，同时也找到了你部参谋长丁凯。也就是说，当你进入我的指挥所那一刻起，我的第2梯队已经实施了反包围。来了，进去吧。
报告。进来。旅长，你们出去吧。是。各位，坐吧。郝连长，同志们，哎呀，你搞这么大动静，我就是来要你们跟909旅打对抗的资料。哎，已经发给你了吗？没有啊。你不是说第2阶段资料是机密，要亲手交给我吗？哎，我可没说过啊，昨天晚上就发给你们何政委了。不对吧？坏了，又让何亚洲给涮了。3洞沟，3洞沟，注意队形，注意队形。我们魔女外军呢，其实也是在学习外军。外军多年打仗，有作战经验，而且这些作战经验呢，也是从重大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外军的战法训法更新速度很快，是不断适应战场变化而得来的，所以很值得我们学习。模仿就是一种学习，不懂就学，学会了变成自己的东西啊。在军事领域中，外国人对我们实行封闭情有可原，因此学习外军、了解外军战法，就是我们专业化蓝军旅的一个特殊的使命，把外军的经验转化为让我军部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支外国的军队，作为对抗学习的敌军和对手。所以你们敢在演习开始就把我的旅部给偷袭了，断了我的后路，这些都是从外军学来的吧？其实这种战法呀并不新鲜，你呢只不过把演习当做一种竞技比赛了，太严守演习规则了。你想，你心里面只顾着535防线吧？你缺少的是战争规则和战场思维。战争规则、战场思维，其实就是不讲规则。不讲规则，你好好想想，世界上那么多战争，哪个发动战争的国家它讲究规则了？就像你打我那拳一样，我是想呢，对手会和我一样遵守规矩，结果我呢是能防不防，有防不防，挨打了吧？郝连长，别再提这事儿了。其实，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去思考，从国家利益、从军队使命来考虑，那就不是个人挨一拳的问题了，将是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失，国防安全受到威胁，国民经济受到损失。我们能防不防，能防未防，那就是我们军人的失职，军队的无能。哎，王旅长，其实啊，我也不是为这个违规叫好，只是拿这件小事呢来说明一下。战争有战争的特殊规律，如果用体育竞技比赛的规则来套用战争，那没有不吃败仗的。我明白了，你说的战场思维，就是让我们跳出已经习惯的演习思维，告诫每一位军人，是今天就有可能发生战争，而不是明天。是的，作为军人，我们必须以战争的名义去思考一切问题。以战争的名义，说得好啊。郝旅长，哎，我能不能再看个部队？没问题。郝参谋长，到，带着王旅长去好好参观参观。是，再见。再会。
过去吗？不用，直接冲过去就是了。好啊，马参谋长，有点意思啊，是吧？就是战场在局限了，装备火力用不上啊。城市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形式，尤其是陆军的作战形态。这里的各个街区和楼宇间的攻守对抗、楼房结构、院落布局、地下盘管、商铺住宅的产生运用、城市狙击作战的新战法研究，这些都是现代和未来战争经常遇到的课题。我们的训练呢，就是针对未来战场而设计的。山豹旅的训练呢，与外军训练原则相似，训练像打仗，打仗像训练。说什么？训练像打仗，打仗像训练，训练不就是训练吗？我们要求训练就跟真打仗是一样的。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就是我们的日常训练课。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训练，战士们到了战场上才会感觉和训练中很贴近，心理压力小，打仗跟训练一样轻松。有意思。队长，一边好。有点意思。王队长，走，走。为什么不把对面的狙击手干掉？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处。这就是城市战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城市战的伤亡率是非常高的。有点意思啊。
肉眼是不可能发现深藏在高楼内的敌人的。王旅长，跟我来。王旅长，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系统的热成像技术，对整个楼房进行多方位扫描。你看，这个光点呢，就是刚才这名狙击手，他现在正在向上层移动。怎么才能消灭他呢？现在还消灭不了他，因为他现在呢，至少与我们之间隔了2层墙壁的距离。只有等他再次靠近我们这面的狙击点时，人和枪才会暴露在最少防护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锁定他。哦，厉害啊！哼，有点意思啊。这都是我们旅长设计的。不错。到了，到了。停。同志们，欢迎王旅长到山豹旅来参观指导。佟政委太客气了。请把您的食指在这儿扫描一下，门才能开。我的食指？对。哎，这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信息？我从来没有在你们这输入任何信息啊！我们的信息侦查中心已经通过别的途径把您的身份信息采集到了。请进吧。好。王旅长，我们曾经是对手，知己知彼是赢得战争的首要任务。我们对你和何政委的相关信息做了收集。要不然你也进不了这座指挥中心。怎么，我的血压都测出来了？是，你现在的血压有些偏高，可能是刚经过城市战训练场时有些紧张。好多年没有经历这些了，真是又激动又兴奋，还紧张啊！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韩旅长。有，韩旅长，王旅长。没想到你的指挥所是这个样子。哦，这个呀是全数字化的指挥中心。每天的训练情况可以在这里实时看到。来，您看看。好。郝参谋长，给王旅长介绍一下咱们全数字化指挥所的情况。是，在这里可以对全旅各兵种、各专业和不同岗位进行自动考评，各班排和单兵个人也可以从网络系统回放复盘，查看自己当天的训练情况，总结训练中出现的问题。这套指挥训练系统比以往传统的训练方法能提高200%的效果。能提高这么多呢？是的，这套系统呢，其实就是我们全旅实力的大数据库。士兵从入伍第1天起的训练情况，包括体能、体质、心理素质、技能参数等，全部录入大数据库，以供随时调出用。如单兵技能达到某一级别的标准之后，就可以自动晋升到更高级别的科目训练，而不用与还未达标的士兵继续重复初级和低级的训练。因此，能帮助士兵在有效的服役期内合理调整训练强度和技能难度，对提升单兵作战能力、合理部署兵力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哎，这个片子我好像刚才在哪儿看到过。王旅长，这就是刚才您和郝参谋长一起经过的城市巷战的训练场，每天的课程在这儿都有记录，每一个战术动作都是要讲评的。现在画面显示的是我们特战大队2大队的攻防训练。刚才你们经过的时候，是1大队在训练。呀，坏了！我刚才狼狈的样子，你们是不是都看到了？第一次进入我们城市战训练中心的人呐，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我们这个呀，可都是真枪实弹的训练。是啊，听出来了，枪声炮声都很实在。这么搞训练不安全吧？万一出事怎么办？这个你放心，安全措施完全可靠。一旦有不安全隐患，系统会自动报警的。不过，
像刚才王旅长那样镇定自若，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我不信您自己看看。像个战场的样子。你能如此淡定自若，确实值得佩服。我是上过战场，打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批冲上敌人阵地的。第一次上战场遇到的第一个敌人，不是对手，恰恰是我自己的恐惧。一旦战胜了恐惧，也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王旅长，要不要休息休息？不，带我参观一下你们山豹旅的军事馆吧。王旅长，我们这支部队组建还不到1年，哪有什么历史可言，更没有什么光荣的传统可以记载呀。你们出山第一仗就把我们808旅打败了，接下来又战胜了909旅，这个战绩还不辉煌吗？其实这些对我们蓝军来说是一种悲哀。悲哀？是啊，我们也是解放军，我们是陪练，也就是磨刀石。陪练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战友提高战斗力，好去战胜真正的敌人。可是我们的战友连我们都打不赢，这样的胜利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只是一支假想的敌军，连假想的敌军都打不赢，那碰到真正的敌人该怎么办呢？你说的有道理，是值得悲哀，是我的悲哀，是王可争的悲哀。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也不用建立什么荣誉室、军事馆。那你们怎么搞传统教育啊？我们在网上建立了一个虚拟的军事馆。虚拟军事馆，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啊！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你看，这不是跟我们808旅历史一样吗？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啊！没错，这就是808旅军事馆的资料。我们山豹旅虽然没有历史，但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让官兵时时刻刻牢记，我们山豹旅虽然是一支专业化蓝军，但同样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中的一支建制部队。我们呢，也常跟官兵讲，虽然我们平时穿的是外军的衣服，手里拿的是一部分外军的武器，但我们还是一个绿皮红心的萝卜，心永远是红的。我们旅的传统教育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把808旅、909旅的老大哥部队的光荣历史作为我们旅的传统教育的基础课，制作宣传片，设置网上军史馆，让官兵们了解我军的光荣传统，不忘入伍初心，教育官兵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光大。3分队已经在左翼登陆，20分钟后迂回到107高地一侧，与机降的特战大队会合。怎么不和陆航协同好呢？啊！直升机比坦克早上了3分钟，3分钟，敌人就可以重新组织起火力。我和他们沟通了，可是干扰太厉害。我想告诉他们，今天的海流有变，让他们进入的时机推迟5分钟。可怎么喊他们都听不见，电台里全都是杂音。马上去解决问题。是，已经安排人正在解决。旅长，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你知道吗？怎么？你带手榴弹来了？
808旅王可征把韩鹏臭揍了一顿，听说打得还不轻呢，浑身多处骨折，已经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了。听谁说的？我的消息一向灵通啊。还有，王可征因为受处分，本来都提了军副参谋长，命令都宣布了，结果又收回去了。你这个版本啊，内容基本属实，但夸大的成分多了些。两人弄了场散打，山豹旅参谋长郝建国和旅长韩鹏2个人没打过808旅旅长王可征。韩鹏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旅里休息了3天。王旅长提集团军副参谋长的命令，是因为上次演习受处分而推迟宣布。这是官方的，准官方。王可征这次可倒霉了。其实啊，我也想教训教训韩鹏那小子。哎，可是咱们不能犯王旅长那种鲁莽行事的低级错误，你说对吧？对，太对了，旅长啊，这一点我要向你好好的学习。学什么？你看，你对韩鹏总是异乎寻常的热情，而且你能化敌为友，你又那么谦卑，那么虚心，一点架子都没有。要是我啊，真的很难做到。啊，是吗？是啊，而且谁都说不出道不出什么，还显得我们诚恳主动。他到机场，你还亲自去送我，这是多高的规格！东拐东拐，训练结束后，把部队直接带回。小梁子，到。把旅长的吊钩带上。是。旅长啊，你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总是那样有风度、游刃有余，我真的要向你学习很多年呀。不用学就会。韩鹏他们是在执行战区陆军首长的指示，虽然我们并不欢迎他们，但还要落实首长的指示。该欢迎欢迎，该请客请客，该送行送行。礼节也是一种文明。别看他们级别不高，但来头不小，跟他们较劲。他送材料我收下，他说啥我听啥，有用的我就吸收，没用的我就不用。哦，对了，韩鹏他们上来就抓信息情报，这招确实狠，也确实高明。我在情报部门专门成立了一个猎豹小组，把韩鹏所有的资料都储存在了数据库，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山豹旅再次对抗，估计要轮上恐怕也要2、3年了。那就先秘密准备着吧。轮不上，但韩鹏运气，一旦时机来了，精准打击，定点清除。怎么也得让韩鹏当一回909旅的俘虏。对。俘虏来了，俘虏来了。别急，很有可能是条大鱼。够大的。同志们，旅党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808旅全旅上下开展一次深刻的支持教育，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全体官兵从今天起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今天起勇敢地甩掉我们身上的优越感和荣誉包袱，以耻为鉴，奋发进取，不怕耻，认识耻，化耻辱为动力，知耻而后勇，
今天，在我们的军史馆里举行808旅有史以来第一块记录耻辱的铭记碑知耻碑的揭幕仪式，就是要给全体官兵，尤其是干部们敲响警钟。808旅如果再不思进取，再不跟上时代的步伐，再不站到训练改革的前沿，808旅就会像这次演习失败一样，被时代的大潮掀翻、沉没。旅长提议要把这块碑放在我们的军史馆内，和我们旅取得的荣誉放在一起，并希望由此能够成为808旅的一个规矩，让史实成为一面镜子，而不是一道光环。希望全体官兵能有一颗平常心，做到宠辱不惊，既能正确对待成绩，也能正确对待挫折和失败。下面，请旅长为知耻碑揭幕。大家都看到了吧？我王可争正为何亚洲的名字永远刻在了这上面，刻下了名字，就是立下了军令状。808旅翻不了身，我们将是永远的罪人。谁让我们是808旅现任的2位主官呢？我表个态，从今天起，我王可争只干一件事，打翻身仗。给我自己有一个要求，不负使命。对808旅来说，不辱番号，战旗不倒。同志们，作为中国军人，我们必须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从今往后，一切要以战场为背景，一切要以战士为标准，一切要以打赢为目的。我还要求你们，从今天起，1年之内，808旅不再发布一条有关成绩、表彰、立功受奖的消息。我们的行动口号是：知耻后勇，卧薪尝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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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政委，你怎么来了？红毅啊，从棱山基地回来过后，我一直想找时间和你聊聊，可您事情太多，没顾得上。总结大会上你发表的意见，我认为是对的，有积极意义。可是有些想法跟旅长不太一致。有时候我看出来了，你是欲言又止啊。是，不想再说了。为什么？说了也是白说，他得罪人，工作上没改进，我和他的矛盾反倒加大了。不说了，你说要好。红毅啊，你是对楚旅长个人有意见呢，还是对旅里的工作安排、工作思路、思想作风、生活保障方面有意见呢？主要是对旅长个人有看法，因为旅长的态度和言行直接影响了全旅。我对他的意见，也是对旅里工作的意见。好，你说清楚一点，也好，我在你们之间有个沟通。我觉得根本不懂现代战争的规律和特点，又不愿听别人的建议。我带着特战大队在狼山潜伏了6天7夜呀，最后呢，把特种兵当成一般步兵来使。那特种兵特种作战的优长，我怎么发挥出来？你可能是误解楚旅长，他对整个战法只有通盘考虑。他认为你们特战大队潜伏悬殊太大，所以才等到炮弹到位、摩步营布置到位再发起总攻。如果没有炮火准备、炮火攻击，你们上去了也站不住脚。这不还是他们老一套的传统战术吗？先炮火轰击，再步兵冲山头，看上去挺热闹，可实际效果怎么样呢？这套东西解放战争就在用，教科书上也都有。哦，光你们知道，人家蓝军不知道啊！1500多，费了9牛2虎之力把炮船拉上去，原指望他们可以彻底摧毁蓝军的前沿攻势。可最终呢，10分钟不到啊，让人家给灭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不来气？你呀，江小庆，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的网络通信被人家控制着，把炮兵阵地设在3分洞高地。这个情报几天前蓝军就知道了，也不马上变更，硬往上拉。蓝军的电子侦察、直升机空中侦察、太空的卫星侦察，早就把朱团长他们盯得死死的了，能不被人吃掉吗？红毅啊，也许旅长考虑的没那么周全。是的，他这方面考虑的可能不太周全，可他摆样子演给首长看，考虑的可是10分周全啊。说白了，这不就是拿演习当演戏吗？特种兵作战的原则就是近距离避敌，我们都已经潜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了，却让我们像步兵一样去冲锋，这完全违反了作战原则嘛。如果把炮团的2个营分别设置在另外2个相距较远的地方，如果摩步一营能跟着大部队一起出来，如果电子对抗营能先一步主动出击，首先对蓝军实施电磁覆盖，数字指挥方舱，跟着指挥所行动，而不是跟着装甲团坐火车。如果这样，2个摩步营同时对535阵地发起正面攻击，我的特战大队再从侧面和后方发起突然袭击和偷袭，我敢说，909旅绝对不是今天这种局面。红毅啊，旅长也很后悔这件事情啊，以后不要再提了啊！你不提，我也不提，大家都不提，都当和事佬，这叫总结吗？上来就定调子，3七开，谁还敢讲话？
好，你所说的这些，我会说服里长的。红衣啊，你后边还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想法？我想转业。你说什么？我一直主张，我军不能等到敌人打进国门才知道敌人是什么样子，要让我们的部队知道，未来战争原来是这种样子，是这种打法。偏执！现代战争天天发生，没吃过猪肉，还没看到过猪跑。清晰度怎么样？很清楚，没问题。好，马上传给参谋长。是。洞洞3，直动1两，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发现异常，可以发起攻击。洞1两在侧翼掩护，洞13、洞14机降。目前大门有2名士兵在站岗，洞15控制上兵，从正门攻击。你看。这里是军事基地，请您离开。啊，兄弟，我是旅游公司的，我有名片啊。什么名片都没用，这里不是旅游地，你走错了。啊，你看啊，这儿就一条路，你说我不从这儿过，从哪过？是不是？哎，兄弟，你过来，你帮我看一看，这儿就这一条路，你说我从哪过？没子弹啊！你到底是什么人？说出来怕吓死你。我们是山豹旅的。洞15已空取地面。走吧，兄弟们。我们是山豹旅特警队的，今天晚上来炸毁油料库。我命令你们放下没有子弹的武器，留在房间不许出来，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有情况，快拿枪！班长没子弹了。快打电话！是班长。主任，仓库遭到袭击。是。不行，我们是暴徒。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也是刚知道。不可能！你又忽悠我？怎么可能忽悠你呢？哎，俺战区陆军送资料的孙参谋刚才来电话说这个沈参谋长呢根本就不在，联系不上，去陆航旅了。所以呢，我只能让警政行动提前行动，否则的话咱们就暴露了。那不对啊，我还没签字呢。这点小事你不签字没事儿啊。我不签字不符合程序啊。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也可以顶的呀。能有多大雷呀？又不是几千万、几个亿。下回一定啊！老婆，怎么样？行动十分顺利，特战分队已经进入目标区。告诉郝参谋长，1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是。东路3，东路3，10分钟内结束战斗。明白。汉堡，过来。你不让我签字，是怕首长问责下来，
你好把我撇出去，一个人承担责任是吧？你是政委，想逃是逃不掉的。再说这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说是不是？你太不够意思了，和你在一起工作，我后悔终生。你看你这暴脾气。小组注意，木头小组警戒掩护，其他作战小组30秒撤离，30秒撤离。撤！抓紧时间，快，抓紧！洞3，洞15撤离成功，洞15撤离成功。3项做准备完毕，可以撤离成功。发发了，兄弟们！韩鹏啊，你这回可是玩大了。大吗？你不是说点到为止吗？是啊，像这种单位还不点到为止啊？哎，你看啊，我一点就点到他们穴位上去了。